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，说实话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又感动不已。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个真实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小月是我几年前介绍给台湾男孩阿伟的大陆姑娘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生命中最大的危机，往往能被最意想不到的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化解。小月是江苏苏州人，家里开了一家小小的绣品店，专门制作苏绣工艺品。她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啊，1.65米的个子，五官精致的像个瓷娃娃，皮肤白的能掐出水来。最吸引人的是她那双灵动的大眼睛，笑起来像2弯新月，让人看了就移不开视线。阿伟是台湾台中人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，家境不错，人也老实本分。他来大陆出差的时候，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。那时候他刚满30，家里催得紧，想找个贤惠懂事的姑娘。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不要那种整天玩社交媒体、买名牌包的女生，我想找个有传统价值观、能踏实过日子的。哎呀，这不就是小月吗？小月虽然年轻，但心思细腻，做事认真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有一手绝活——苏绣。这姑娘从小跟着奶奶学刺绣，十指如兰，能把一朵牡丹绣得栩栩如生，连蜜蜂都会被骗过来。经我这个红娘一撮合，两人见了面，那叫一个一见钟情啊！阿伟看到小月的第一眼，眼睛都直了。他后来悄悄告诉我，丽姐，小月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还那么有才华，这辈子我认定她了。小月呢，也被阿伟的真诚打动，两人一见面就聊了整整1下午，从苏绣聊到台湾小吃，从家乡风景聊到人生理想，那场面，我这个当红娘的都觉得自己多余了。恋爱长跑1年后，阿伟向小月求婚了，那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阿伟专门定制了一幅苏绣，绣的是他和小月在苏州平江路初次约会的场景，然后在绣品的角落藏了枚钻戒。小月拿到绣品的时候，先是惊讶于这粗糙的针脚，然后发现了那枚闪亮的戒指，当场就哭了。愿意嫁给我吗？来台湾，我们一起生活。阿伟单膝跪地，眼神中充满期待。小月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。虽然她知道嫁到台湾意味着要离开熟悉的家乡、亲人和朋友，但爱情给了她勇气。婚后的生活刚开始挺美好的。阿伟的父母阿伯和婆婆对小月很好，尤其是婆婆对这个漂亮的大陆媳妇疼爱有加。家里的老房子够大，2代人住在一起也不挤。小月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还在家附近开了一家小小的苏绣工作室，教当地人学习这门传统艺术。然而婚后第2年，问题开始出现了。丽姐，我怀孕了。小月兴奋地在视频电话里告诉我。哇，恭喜恭喜！阿伟知道了，肯定高兴地跳起来吧。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是啊，全家人都特别开心，尤其是婆婆，已经开始张罗婴儿房了。小月笑得很甜，但我敏锐地察觉到她眼神中有一丝忧虑。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我问道。小月叹了口气，丽姐，我有点担心这边的产检费用好贵啊，虽然台湾有健保，但我刚拿到居留证不久，很多项目都不给报销。阿伟说不用担心钱的事，可我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。原来，小月虽然嫁到台湾，但因为身份的特殊性，有些医疗福利还无法完全享受。台湾的医疗水平确实很高，但对于新移民来说，刚开始可能会面临一些政策上的限制。别担心，健康最重要。再说了，台湾的医疗技术可是世界一流的，你和宝宝的健康才是最值得投资的。我安慰她。小月点点头，但我知道她内心还是有顾虑。大陆和台湾的医疗体系差异不小，对她来说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小月的情况突然变得不对劲了。丽姐，我感觉好累，整天都提不起精神，晚上还睡不着，一闭眼就做噩梦。小月在视频电话里哭诉道。她原本红润的脸色变得苍白，眼睛下面挂着明显的黑眼圈。是不是孕期反应？你跟医生说了吗？我问道。说了，医生说可能是孕期荷尔蒙变化引起的情绪波动，让我多休息，可是我休息了也没用啊。小月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有时候我甚至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孕期反应，听起来像是产前抑郁症的症状。我在大陆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接触过不少准妈妈，知道这种情况不容小觑。小月，你必须重视这个问题，产前抑郁症很危险，会影响你和宝宝的健康。我严肃地说。阿伟知道你的情况吗？我不敢告诉他。小月吞吞吐吐地说。他最近工作很忙，我不想让他担心。再说了，婆婆老是说我身体好，不像台湾女生那么娇气，我怕他们觉得我矫情。我听了直摇头，这孩子太要强了，在异乡生活，又怀着身孕，
心理压力本来就大，结果还不敢表达自己的痛苦。小月，听姐一句劝，产前抑郁不是小事，你必须告诉家人，接受专业治疗。我语重心长地说。小月勉强答应了，但我知道她是个要强的姑娘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家人求助。果然，1周后噩耗传来，丽姐，小月出事了。电话那头，阿伟的声音焦急万分，他试图伤害自己，现在在医院急诊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去做产检了吗？对他一个人去的结果，产检结束后没回家，而是去了海边。如果不是路人发现他站在礁石上发呆，报了警。阿伟的声音哽咽了，我简直不敢想象那个场景。小月那么阳光的一个姑娘，居然到了轻生的地步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是严重的产前抑郁症。他们问了很多问题，说小月可能已经抑郁很久了，只是一直强撑着不说。阿伟的声音透着自责，都怪我，平时工作太忙，没有注意到他的异常。我安慰阿伟的同时，心里也很自责，我应该更坚决地要求小月寻求帮助，而不是听信他敷衍的承诺。阿伟和他父母商量后，决定让小月住院治疗。台湾的精神心理医疗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，尤其是对产前抑郁症这类疾病的认识和治疗，比大陆要先进很多。但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，丽姐，住院治疗费用好高啊！阿伟忧心忡忡地说，小月的健保还不能完全覆盖这些费用，医院建议的心理疗程更是自费项目。我知道，虽然台湾的健保制度很好，但对于新移民来说，有些特殊治疗确实需要自费。精神心理科的治疗费用在哪里都不便宜，何况是台湾这样医疗水平高的地方。正当阿伟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婆婆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儿子，我决定卖掉我的金饰。婆婆平静地说。阿伟愣住了，那套金饰是婆婆的嫁妆，陪伴了她几十年，是她最珍贵的财产之一。妈，不行，那是您的心爱之物啊！阿伟连忙拒绝。婆婆摇摇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小月现在是我们家的人，她肚子里还有我们家的下一代。钱财身外物，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台湾的医疗技术这么好，只要有钱就能治好它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这位台湾婆婆的胸怀真的让我感动不已。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，台湾婆婆对大陆媳妇可能会有偏见，但阿伟的妈妈却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种偏见。婆婆卖掉金饰后，小月得到了最好的治疗。台湾的医院配备了专业的产科心理医生团队，为小月制定了全面的治疗方案。医生不仅关注她的心理状态，还特别注意孕期营养和胎儿发育。台湾的医生真的很专业。阿伟向我描述道，他们不像某些地方只开药了事，而是组建了一个团队，包括产科医生、心理医生、营养师和社工，全方位照顾小月。小月住院2周后，情况明显好转。医生发现她除了心理问题外，还有严重的孕期贫血和营养不良，这也是导致她情绪低落的原因之一。丽姐，我真的太感谢婆婆了。小月在电话里哽咽道，如果不是她当机立断，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可能都傻孩子。这就是家人啊。我安慰她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身体，健健康康的把宝宝生下来。住院1个月后，小月的情况稳定了很多。出院那天，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来，台湾健保署批准了小月的特殊医疗补助申请。原来阿伟在婆婆的建议下，向健保署提交了特殊情况申请，详细说明了小月作为新移民面临的困境。台湾的健保制度虽然有规定限制，但对特殊情况也有人性化的处理机制。丽姐，太神奇了！阿伟兴奋地告诉我，健保署不仅批准了补助，还安排了专门的社工跟进小月的情况。医生说，台湾的健保制度虽然不完美，但在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。医院的心理医生甚至专门找小月谈了话，多亏了台湾的健保制度。像你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方可能会被忽视，但在这里，我们重视每一位准妈妈的身心健康。小月出院后，婆婆对她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婆婆把家里最大最通风的房间让给小月，每天变着花样做营养餐，还陪她去上孕妇瑜伽课和心理咨询。丽姐，我婆婆简直是天使。小月感动地说，她把卖金饰得来的钱1分没花，说是要留给孙子当教育基金。现在有了健保补助，我的治疗费用基本都能报销了。我由衷地为小月感到高兴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关键时刻，家人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保障同样重要。台湾的医疗水平和健保制度确实值得肯定，它不仅体现在技术上，更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。随着治疗的继续，小月的身材也恢复了往日的曼妙。她那盈盈一握的腰肢、修长的双腿，加上孕期特有的丰满感，看得阿伟直呼：
我老婆是全台湾最美的准妈妈。小月也重拾信心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开始在家中恢复苏绣创作。她决定为即将出生的宝宝绣一套婴儿用品，每一针每一线都寄托着她的爱和期待。婆婆看到小月重新焕发活力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她经常坐在小月身边，看她绣花，一边聊天一边学习大陆的风土人情。媳妇，等你生完孩子，带我去你家乡看看好不好？我听说苏州的园林很美，想亲眼看看。婆婆期待地说：好啊，我带您去看拙政园、留园，还有我们苏州的特色小吃，您一定会喜欢的。小月笑着回应。看着婆媳俩其乐融融的样子，阿伟在一旁偷偷抹眼泪。他对我说：丽姐，谢谢你当年介绍小月给我。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波折，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的感情更深厚了。在小月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小月亲手绣的一幅画，画中是她和阿伟、婆婆3人站在一起，背景是半边苏州园林，半边台湾风光。画的题目是两岸一家亲。看着这幅充满爱意的绣品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作为红娘，能见证自己撮合的有情人走过风风雨雨，最终幸福美满，这大概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了吧。怀孕进入第9个月，小月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很多。台湾医院的产前抑郁症治疗方案效果显著，医生团队定期上门随访，确保她的身心健康。那段时间，小月的脸上重新有了红润，眼睛里又闪烁着往日的光彩。丽姐，我现在每天都能感受到宝宝在肚子里踢我，好像在跟我打招呼。小月在视频电话里兴奋地说，她轻抚着高高隆起的肚子，眼神中充满母性的光辉。那是因为宝宝知道妈妈现在开心了。我笑着回应，看着屏幕里小月健康的模样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。不得不说，小月怀孕后的身材更加迷人了。虽然肚子圆润，但她的四肢依然纤细，脸上有了孕期特有的红晕，整个人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。阿伟看她的眼神更加深情了，经常偷偷拍下小月的侧影，设为手机壁纸。老婆最近变得更美了。阿伟不止一次这样夸赞小月，那眼神中满是爱意。婆婆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这对小夫妻你侬我侬的样子，偶尔还会打趣道：现在知道爱老婆了，当初要不是我卖金饰，你们娘俩可怎么办啊？每当这时，阿伟就会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小月则会握住婆婆的手，眼中满是感激。临近预产期，医院为小月安排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。台湾的产检真的很先进，除了常规项目外，还包括胎儿神经系统发育评估、产前应激测试等在大陆不太普及的项目。这里的产科设备都是最先进的。小月的主治医生自豪地介绍道：我们的理念是每个新生命都值得最好的呵护，从胎儿时期就开始。小月对比过大陆和台湾的产检项目后，惊讶地发现台湾在某些方面确实领先。比如，她所在的医院引进了一种新型无创胎儿监护设备，孕妇不需要长时间躺在床上被各种仪器束缚，而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腕带就能随时监测胎儿状况，真的太方便了。小月赞叹道：在家乡，我姐姐生孩子时要定期去医院躺好几个小时做胎心监护，累得腰酸背痛的。这里的设备简直是孕妇福音。更让小月感动的是，医院还专门为有产前抑郁史的孕妇设立了绿色通道，从产检到住院分娩，全程都有专人陪护，确保孕妇的情绪稳定。在台湾，我们特别重视女性的产前产后心理健康。心理医生王医师告诉小月，这不是奢侈，而是必要的医疗服务。健康的妈妈才能养育健康的宝宝，这是我们的信念。在预产期前1周，小月突然破水了。老公，我好像要生了。小月惊慌地喊道，看着身下的一滩水渍。阿伟和婆婆立刻手忙脚乱地准备，把早已打包好的待产包拿出来，又叫了计程车，3人火速赶往医院。到了产房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医护人员专业而温柔，不断安抚着紧张的小月。不要怕，深呼吸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助产士握着小月的手鼓励道：你是最棒的。阿伟全程陪在小月身边，看着妻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他的眼眶红了。老婆，你太勇敢了，我爱你。12个小时的产程对小月来说既漫长又短暂。当婴儿的啼哭声响起时，产房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恭喜你们，是个健康的男孩，体重3.2公斤。医生开心地宣布。阿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精疲力尽的小月。婆婆在产房外听到消息，老泪纵横，不停地向所有人宣告：我当奶奶了，我当奶奶了。小月看着被护士抱过来的小生命，那皱巴巴的小脸，紧闭的小拳头，心里涌起无限的爱意和感激。如果不是当初婆婆的决定，
如果不是台湾优质的医疗服务，她和孩子可能都无法平安地迎接这一刻。谢谢你，婆婆小月虚弱但真诚地说道。婆婆摸着孙子的小脸，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”产后的恢复期，小月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台湾健保制度的优越性。在大陆，产后住院一般只有3-5天，而且费用不低。小月告诉我，但在这里，因为我有产前抑郁史，医院建议我多住几天，观察是否有产后抑郁的风险。这些费用大部分都由健保覆盖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医院还为新手妈妈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，包括母乳喂养指导、新生儿护理培训和产后康复课程。这些在大陆可能都是额外付费项目，但在台湾基本都包含在标准医疗服务中。最赞的是产后陪护，小月兴奋地说，医院安排了专业护理师定期上门访视，检查我和宝宝的情况，解答各种新手妈妈的疑问。这完全是免费的服务耶！我听了也很惊讶，虽然知道台湾医疗发达，但没想到对产妇的关怀如此周到。这让我想起大陆很多产妇生完孩子就被匆匆出院，之后基本靠家人照顾或者请高价月嫂的情况。台湾的健保制度确实很人性化，我感叹道，特别是对女性和儿童的保障。小月点点头，对啊，而且不只是生孩子，平时看病也很方便。记得我刚来台湾时，感冒去诊所，挂号费才几十元新台币，拿药也才100-200，比大陆的3甲医院便宜多了。他接着说，最重要的是，这里不会大排长龙，也不需要托关系挂专家号，普通诊所的医生水平就很高，设备也很齐全。确实，台湾的分级诊疗制度非常成熟，小病在社区诊所就能解决，大病才去大医院，这样既减轻了医疗资源的压力，又提高了效率。这点与大陆大小病都往大医院挤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。而且台湾的医生真的很有耐心。小月补充道，他们会详细解释病情和用药，不会像有些地方的医生看病3分钟，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。随着对台湾生活的适应，小月对这个海岛的认识和感情越来越深。她发现台湾虽然地方不大，但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却非常完善，这让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。宝宝出生后1个月，小月的父母从大陆赶来探望外孙，这对60多岁的老人家第一次出国，对一切都充满好奇。哎呀，台湾的空气真好，小月爸爸感叹道，比我们那边干净多了，医院也很干净，护士态度也好。小月妈妈点点头，但随即话锋一转，可是我听说台湾经济不行啊，医疗条件能好到哪里去？小月听了有些不高兴，妈，您这想法太落后了，台湾的医疗水平可是亚洲一流的。我生孩子这事儿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如果不是这边的医生及时发现我的产前抑郁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什么产前抑郁症？小月妈妈一脸疑惑，不就是孕期情绪波动吗？我当年怀你的时候也经常哭，也没见谁说这是什么病啊。这下轮到婆婆不乐意了，大姐，产前抑郁症是真的病，很严重的，如果不是医生及时干预，小月和孩子都有危险。我看是你们台湾人太娇气了。小月妈妈嘟囔道，在我们那边，孕妇干活到生，生完没几天就下地干活，谁有空得什么抑郁症啊？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，小月尴尬地站在婆婆和亲妈中间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宝宝突然哭了起来，小月赶紧去查看，发现孩子发烧了，快送医院。所有人顾不上争执，立刻行动起来。半小时后，一家人来到了台大医院儿科急诊，尽管是周末晚上，医院依然秩序井然。护士快速为宝宝做了初步检查，医生很快就来看诊，宝宝有轻微肺炎，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医生说完，立刻安排了病房。小月的父母惊讶于医院的效率和专业，更惊讶的是，这一切花费居然不高，健保真是太方便了。阿伟感激地说，要是在别的地方，这一住院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小月妈妈若有所思，我之前真是误会了，台湾的医疗确实先进，不仅技术好，制度也很人性化。婆婆大度地笑了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是为了小月和宝宝好，以后有时间我带你们多转转台湾，看看这里的好山好水。危机化解了，两家人的关系反而因为这次意外拉近了。小月的父母开始主动了解台湾文化，婆婆也热情地分享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宝宝康复出院后，小月决定重新开始她的苏绣事业。婆婆鼓励她在家附近的文创园区租了个小店面，专门展示和销售她的苏绣作品。台湾人很欣赏传统文化，你的手艺一定会受欢迎。婆婆信心满满地说。果然，小月的苏绣工作室开业不久，就吸引了不少顾客。很多台湾人对大陆传统工艺充满好奇，尤其是看到小月的精湛技艺，更是赞叹不已。
这个双面绣太厉害了吧！正反两面图案不同，却针脚一致，简直是艺术品。一位顾客惊叹道。小月的店铺渐渐有了名气，甚至吸引了当地媒体的采访。记者特别关注她作为陆配在台湾的创业故事，以及她如何将大陆传统文化带到台湾。我希望通过苏绣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。小月在采访中说，其实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。这段采访播出后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更令小月惊喜的是，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看到了报道，专门来拜访她。我们正在推动一项关爱新移民健康的计划，希望你能分享自己的经历，特别是关于产前抑郁症和台湾医疗系统的体验。官员诚恳地说，你的故事可能会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新移民。小月欣然答应了。她开始在各种移民支援中心分享自己的经历，鼓励新移民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，积极融入当地社会，不要害怕寻求帮助。这是小月的演讲中最常说的一句话。台湾的医疗系统很完善，大家不要因为自己是外来者就觉得不好意思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小月的分享会越办越成功，她那动人的故事、优雅的气质和曼妙的身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。不少大陆媳妇儿在听完她的故事后都受到了鼓舞，开始更积极地寻求医疗帮助和社会支持。丽姐，我现在每周都有不同的社区邀请我去分享。小月兴奋地告诉我，感觉自己的经历真的在帮助别人，这比单纯做生意更有成就感。阿伟看着妻子焕发的光彩，心里满是自豪。他把小月从大陆带到台湾，原本担心她会水土不服，没想到她不仅适应良好，还成为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。老婆，你太棒了！阿伟由衷赞叹道。我真是娶了个宝。小月笑着靠在丈夫怀里，这都要感谢你和妈，还有台湾这片土地的包容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家不在于地方大小，而在于人心的温暖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。下期见。